我们今天来讨论茄子生长不良的原因，然后如何使用自然农法的方式来加以改善。大家好，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一颗是今年我种的圆茄，那目前它的叶子有产生这种白色的斑点，然后它的果实呢，就是会有发育不良的状况，然后虫害也蛮严重的。那我在用自然农法的方式是如何去管理它们？那我这一颗我第一个一定要保持它的通风，然后它下面它照不到太阳的，或者是它生病的叶子，一定要先去给它修除。然后它这个每一个我修的这个枝条啊，它会开很多花，它的花后会结出果实，那这都是在消耗它养分的一个人，所以我一个枝条大部分只会让它结一个果实，不会让它结太多果实。如果结太多果实，它的分布会不均匀。为什么用自然农法一个枝条只能留一个果实？是因为自然农法它不施肥，它只用这些枯草落叶去覆盖。那这些枯草落叶要转化成肥分的时候，需要时间。它不像惯性它们施展一些化学肥料，它放在旁边，它自然就可以去吸收。所以惯性农法种的植物，它的根系会打不开的原因，是因为肥料就在它旁边，它不需要去努力，它就可以得到养分。我现在要把它修的通风一点，然后一些老化的枝条一定要先修掉，尤其是它这个每一个出来的枝条，它会结很多的花，这个花你一定要先修掉，因为它现在留一些只有留单一果实就好，不然它会衰落的非常快。这个有个毒蛾的毛毛虫，它这叶子上的洞应该估计是它吃的，但是它没办法吃得多，它只能一块一块去咬，代表这个植株其实还是有抗病性。那这个花呢，结出果实是它们的这个会结出果实，这个就会让植株去落果，所以我一个枝条上我只会留一个果实，就是这样子。剪这个不用客气啦，你一定留一些比较健康的叶子就好了。这个黄瓢虫吃菌的，因为叶子上都会有这些白白的，专门在吃菌啊。这也是因为通风不良造成的，这个长得不良，你没有梳就会长这样子。现在我身后这片区域，你看那个草长这么多，那自然农法就是他说的不除草，不是说完全不除草，而是让草长这么高，会影响到作物的光合作用的时候开始除草。那这个草这么高的时候，有机质也比较多，那也可以方便让你拿来做覆盖。你覆盖下去，杂草的那个生长的势就会比较慢一点，不要短短的时候去除，因为越除它种子结的会越快。我后面这一区的茄子啊，你看它都长得歪歪的，然后它的叶子都有被啃食的很严重的痕迹。那所以现在我要去整理这块区域，就是把这些杂草全部割下来做当覆盖，这样子再把它梳得通风一点，那水的管理再管理好一点，那也许它就会长得更好。你不管理就没有东西可以吃了。再来还是自然农还是要管理。
后这些杂草就是老天爷赐的礼物，你把它当韭菜，这样割，你割起来就不会那么累，因为它们都有用。割草机割的话，你就会无差别攻击，而且会打得碎碎的。那你如果从生长点割下去的话，割完就直接覆盖啊，其实它很长，而且也顺便整理，其实意思也是一样的。那反而割的时候你比较容易看得到里面在长什么状况，土壤怎么样。所以如果在整理溪地，其实不太适合用割草机工作。割下来看它是不是很长？因为我从生长点割除而已啊，它直接覆盖下来，啊，然后整理稍微拨一下，打拼一下，就很漂亮啊。如果你有遇到什么茄子生长不良的情况，欢迎留言讨论。